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颜若芳，武哥好，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武哥好，大家好。时事评论周伟航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李博义，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邱明玉，武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黄阳明，大家晚安。好，那你觉得柯文哲是清清白白的吗？或是你觉得在整个柯文哲案过程当中有政治力参与在这里面吗？好，今天有一个民调，让观众朋友待会儿来看一下。那不管蓝营、白营或是绿营会是怎么样看，符合你心中的看法吗？当然，除了这个，你知道，因为案件一路往下审，你如果照时程排的话，因为接下来的还有几个重头戏的一些证人要慢慢浮现出来。那今天不是这个案子的证人，但前北医大的校长跳出来，直接也讲了一段有关于包括政治现金的问题。你还记得那时候柯文哲有一个政治现金，在选战过程有一个执行长郑淑馨吗？他不是那个时候出来讲一些话，后来还被告，然后还有一些诉讼一些问题。但这里面今天呢，北医大前校长他直接出来讲了一段当时他捐政治现金的一些过程，然后甚或也讲到点名了包括彭政珍的态度啦各方面。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来，一展是这些好。现在当然这个案子在审的过程，现在也已经审到了包括政治现金啦、公益侵占啦。那北医大的前校长跳出来这一段，对柯文哲会有什么影响吗？对北医大的前校长杨启文是一个我非常尊敬的长者，因为他是台湾北社的前副社长。所以他长期跟台派的之间的关系，他除了是在文化界有他的专业，所以他任了北医大的副校长校长嘛。那另外他就跟所谓的台湾主权运动的这些关系都非常的深所以他之前会因为陈水扁的关系来支持了柯文哲，所以也做了相关的捐款嘛。那另外之外，他还跟彭政生有一些交手，交手经验，因为北医大长期以来跟所谓的关渡艺术节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大家看这张图就知道，几乎北医大会协助社区去举办这个关渡艺术节嘛，因为北医大就在关渡的。对因为关渡艺术节是一个整个全市府要去做相关动员的，因为包含公务局其他的都发局文化局都会去协助这些社区来办这个关渡艺术节，而这些社区因为要整合市府的意见，你就要副市长来做这相关的统筹嘛。那他对于两个副市长就非常不同的评价。林清荣他觉得他非常的专业，而且他协助社区地方办这些相关活动都非常的积极。但是彭政生他直接直指他开会的时候叫非理性的杯葛，还有一次开会气到他直接说那我不要办了，我不要管了，我直接就走人了。所以他对于彭政生跟林清荣的评价就非常差别非常大嘛。那除了他讲了所谓的关渡艺术节对于两位副市长的评价之外，他还讲到柯文哲的募款就是2014年的竞选经费的相关问题。2014年是第一次，对，因为他是凯校的，我说他跟阿扁的关系也不错，所以他因为透过所谓的郑淑馨跟柯文哲接触之后，觉得说柯文哲未来可以在台北市有一番发展嘛。其实那时候台派的很多的人都是因为要打败大连舰队，其实都无怨无悔的去支持柯文哲所以他还找了一群的文化界的朋友来帮忙柯文哲包含写所谓的文化白皮书另外就是相关的这些捐款，他有找朋友来帮忙柯文哲嘛。因为那时候郑淑馨他是执行长，就是财务执行长，但是他只负责募款，所以他就找了这个杨启文就透过郑淑馨来捐款给柯文哲。后来杨启文就觉得说，那我捐款之后，我应该要有一些捐款证明收据所以就跟郑淑馨要郑淑馨说没有了所以郑淑馨讲说很多的捐款并没有进到政治现金专户。前一次他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杨启文就打电话给郑淑馨说，我可以来做证明，因为你那时候有跟我讲说是没有办法开收据的。那为什么没有办法开收据？因为进到政治现金专户就应该要开收据才对每一笔账每一笔进到捐款进到政治现金就应该要有收据，应该可以提供，那表示有一笔钱你的捐款是没有进到政治现金专户的嘛。所以为什么那时候陈佩琪很生气的说我要告郑淑馨所以他也告了郑淑馨，后来不起诉嘛。杨启文也是那时候跟郑淑馨讲说，那我可以帮你做证人，我捐了款，但是我并没有收到政治现金专户里面开的收据，那表示这笔钱是没有
进到政治现金专户啊，没有进到政治现金专户，进到哪里？这个是陈佩琪未来在面对检调侦查财产来源不明的时候，他就必须不只是对于2022年、2020年的所有相关的政治现金的钱有没有进到你们家的私用里面，你要去做解释之外，可能要追溯到2014年有没有同样的状况。而这个东西说真的，除了杨奇文，我也听到很多包含台拜大佬捐款给柯文哲，他们也没有收到收据哦。那所以如果未来侦办所谓的财产来源不明罪，要调查到2014年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出来举证，柯文哲在2014年的时候，其实他就有很多政治现金是没有开收据的问题了。所以这代表说，柯文哲其实从过去到现在，其实他对于政治现金的相关的法律，其实是完全没有法律上面的认知，或者是知道他也要故意违法。从陈志涵今天的说法就很清楚嘛。他说他举法务部说政治现金就可以支付候选人的相关员工选后还可以支付薪水，没错。如果的政治现金的结余，你如果选后还有一些相关于选务的工作，你是可以支付薪水，但是每一条都要去做政治现金申报。但是陈志涵，你刚好讲了颠倒的事情。检察官现在起诉你的内容不是政治现金专户去付了周瑜修的薪水，而是你用众望基金会的钱去支付了周瑜修的薪水嘛？所以问题在于你用了他公益侵占部分背信的部分是指控是所谓的众望基金会这块的部分，而不是你政治现金的部分。而政治现金可不可以支付众望基金会的薪水？你必须把政治现金捐给众望基金会，再从众望基金会再支付薪水，这样就可以。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过程，你就直接用众望基金会里面募来的钱直接支付给周瑜修嘛？这个是北检起诉书的内容里面啊，所以他刚刚故意来讲这个颠倒的内容，这也凸显了柯文哲对于他的钱啊，尤其是政治现金，他的概念就是捐给我的，我就是所有权，我就可以决定怎么用。所以不管你是捐给众望、捐给协会、捐给党部、捐给总部，或者是你跟慕可去买这些商品，这都叫做捐给我的钱啊。对柯文哲来讲，所以我就决定可以怎么用嘛。下面呢，你就照我的方式办事就对了。我叫你哪一个单位付给谁薪水，就付给谁的薪水，才会导致目前你起诉书里面公益侵占的问题嘛。甚至如果你是只是这些民间协会，那只是公益侵占哦，那只是违反政治现金法。但是你是台北市长的钱。如果你是台北市长，我给你的钱，你没有进到任何的基金会或协会或党部或总部的时候，是直接给你的钱，那可以收吗？当然不可以收嘛！如果柯文哲你踩飞轮收300万，说那个是要给我的钱，不是给我台北市长的钱，那你就不叫贪污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所有的政治人物从今天开始都可以收权了嘛？因为他没有他背后的职位，每一个人都是单独的个人的时候，那不是都可以收了吗？赖清德可以收，蒋万安可以收，卢秀燕都可以收了，不是吗？如果以柯文哲的逻辑，捐给柯文哲的就叫做你的钱的话，那就没有贪污罪的问题了。所以柯文哲，你不只是柯文哲，你是台北市长，你是民众党党主席，人家捐给你的钱，你就不能随便乱收，否则我们的贪污治罪条例到底要定来干什么了？所以也看到了柯文哲，其实他是把自己当皇上啊，他的心态就是皇上，你们就纳贡，你们就是捐钱给我，我来决定怎么用，为什么这么麻烦呢？所以柯文哲是所谓无视人间律法，他所有的概念，钱到他那里就是他可以决定怎么用的。小玉，我想问一下，包括像刚才讲到说北大前校长杨奇文讲的这个2014年捐钱，如果刚刚易善讲说他听到也许还有一些是不是其他的一些人在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状况，但是这些事情伤得了柯文哲吗？因为有一些话平常讲，像譬如他说我侵占我自己的钱干什么？那捐给我的那就是我用啊，就是所有这些。像这些话，如果是刚才易善口中的那些政治人物，包括今天博弈跟若芳，如果是他们讲出来，那可能后面也不要选了吧？如果是他们，但是对柯文哲他讲出这些话，好像大家也觉得，尤其是可能他的一些支持者白银啦，或有一些小草，
搞不好还觉得对啊，就是这样啊，邱明玉你在那边嘴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他会不会就出现这样一些？所以你看他讲了很多的一句话，都变成大家讨论。他讲一个伍子胥，大家就回头看伍子胥所有的状况。他讲一个闺房画眉，大家就去看那个闺房画眉，然后去解读这些。为什么大家都绕着那个台风眼在转呢？因为大家都很想要解读说你这个话到底有什么意思，因为你怎么会突然冒出一个这个伍子胥，或突然冒出一个这个闺房画眉之乐这样出来哈？那我先讲，就是说，其实柯文哲他的发文或者说他讲的话，其实他都不是对于大家，就是讲给大家听，他是要讲给小草听的。所以你看他下面他写的，就是我们都觉得从第一句话到最后一句话都觉得不合逻辑，可是下面还是好多人写说阿北加油，阿北清清白白，阿北我们相信你，就是所以他的那个诉求他给这样就对了，他还是要维持他的政治能量嘛，所以我会认为是说，哇，好，那你回去看他脸书的，那因为我们是要评论的，所以我们才去看他的一些脸书，看他有哪些矛盾之处。但是我还是要讲他的那个target绝对不会是一般的社会大众，他就是只想要交给他的这个支持者听啦。但显然非常成功。对，很成功啊。好，那你看他连昨天讲一个什么画眉之乐，也变成我们今天大家讨论的焦点对，那画眉之乐吧，大家再去 Google 一下嘛，就是那个西汉的张常嘛，对不对？帮他老婆画。可是这个故事还蛮感人的。那是因为他的这个老婆是他青梅竹马，然后因为他老婆曾经跌倒过，有破了相，所以他就是每天帮他老婆这样子画眉，对不对哈？然后当然有人就不爽就去弹劾他，就说他这个就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画眉，然后被弹劾。对，要弹劾他？对，然后一定他不是只弹劾这件事。是啦，就说他这个人行为比较这个就是比较不羁这样子啦哈。好，那总而言之，他昨天就讲，但是问题是画眉的前提是人家闺房，是讲闺房之乐，可是呢。柯文哲他把那个画眉之乐比喻作他跟李文忠，或是他跟黄珊珊一些简讯的一些来往，他就是要比喻说你国家的机器已经侵犯到我个人的隐私了。就是要比喻说你国家的机器已经侵犯到我个人的隐私了，所以第一个我会觉得说这个比喻会有点不伦不类啊。那我就要问嘛，那柯文哲你是不是在手机里面有一些你就是见不得人的事情，所以才会检察官上门的时候你就门都不开，然后还在厕所里面待了1个多小时，然后他还讲说他在那个就这样子啊。那所以你是不是？而且大家也在讲说你在当时那1个小时你是一直在拼命删简讯的，后来检察官才用科技的方法把你那个简讯再把它回复嘛。所以你不是检察官侵犯你的手机，第一个是这个是他本来就是正常的这个侦办的一个程序。那按照你这个，如果按照逻辑来讲，那检察官都不能去搜手机，不能去看。那包括诈骗集团啊，这些车手啦，他们不都是用简讯在来往的啊？那你说检察官要怎么办案啊？不然你再修法好了，说那个检察官不能看简讯，不可能嘛？这些我觉得说这个不要地沟倒太多了。最后我要讲的是说，我觉得就是柯文哲很喜欢就是似是而非，包括他们家人也是，比如说陈佩琪突然去讲一个检察官来我家看到我们那张床还讲说他不是检察官搜索，然后他在询问的过程当中，那个江长志就问他说，你这个床啊，除了别人还有没有别人来睡过？他突然有去爆料这件事情嘛，对不对？那这件事情其实又有一个后续啦，就说。当时那个王俊立检察官就有看到媒体在报道这件事，因为是陈佩琪自己发脸书啦哈，所以他就有去问那个江长志说，那你为什么要去问人家你这张床还有没有别人来睡过？就那个江长志说他没有这样问，他是要询问就是柯文哲他们家到底的这个房间的配置啦、配备啦这样子，他想要了解他们家的，就是说这个房间配置配备谁使用，所有这些对一个方式，所以就是他是这样问。后来为了这件事这个王俊立他还有再去勘验那个他去侦讯陈佩琪的光碟，还确认说并没有所谓逾矩的部分。那我讲说，其实他们家最爱爆自己这种私料的人，其实就是陈佩琪啊，他连他先生的卡称这个有块印都要爆料出来，所以我就认为啦，就是说他们的这个有时候会讲一些比较 juicy， 就是说比较引人入胜这些事情。我认为是要转移焦点，就是你不要再 focus 在我的政治现金，不要再 focus 说我这个钱到底有没有帮我儿子买股票。我觉得他是要转移这个案情的焦点。但不可讳言一件事情，来伯杰，我们从以前到现在有几位卸任过的元首，从李登辉前总统，包括阿扁什么，但卸任的时候，大家都讲说总是有一些禁卫铁卫队。然后有的是有属于自己成立政党有委员，然后阿扁那时候好像一边一国也有人力挺，类似这些。
柯文哲是在循着这样一个模式嘛，就是就算我现在有案在身，那前面那个不见得是有案在身，但我现在又有案在身，我旁边更需要有这种亲兵卫队，所有的支持者，用这样的方式会影响到所谓的法院判决的一些的内容吗？或是其实你不得不承认，柯文哲从14年一直到现在，他一直是国内的，包括流量王啦，包括他讲话也是大家讨论，他连不讲话也是大家讨论的东西，不就变这样吗？没错，其实你会发现，他从那个9月8号走出台北地院，那个慷慨陈词这个对准赖清德总统，把国家弄得4分5裂。他那句话呛出来，他创下他这个最近应该说他收押以来声量最高峰那一天35万笔的这个讨论声量可是他近期你会发现，从那一天以后，他基本上没有接受任何媒体访问了，唯一一次就是他在听到那个总统说什么行政干预司法时代已经过去，他露出那个狂妄的迷因图的那个笑法，他那个大家熟悉的笑容又出现可是他不讲话，可是他的话都在哪边？都在法庭里面讲刚刚我们提到的什么画眉啦什么跟李文忠怎么样，跟谁怎么样，他都是透过法庭，然后呢再透过他的社群，就是他的也许是脸书、IG 这些去做所谓的转述。那这个模式让他在目前我们台湾有一个这个网络声量调查，叫这个网络温度计嘛，月榜、周榜、3日榜，就是他有3个统计，全部榜首都是柯文哲。那当然里面的关键字都是跟这次司法案件有关，也就是说，即便他没有公开受访，他的声量还是外在高点。那高点当然因为网络声量是这样那个比如说柯文哲讲什么有没有引起讨论是一回事，有人骂柯文哲又是一回事，就这2个其实是加在一起的所以他的声量就是说，应该说柯文哲是一个很好，比如说很好发挥的题材，比如说就像我们节目为什么要讨论柯文哲这个议题呢？因为有人会觉得他有问题，有人会觉得他清白，所以呢两边就会吵架。是啊，那吵架呢，那柯文哲这个主题呢就会一直吵可是因为有一些就是一翻两瞪眼，比如说有些案子就这就是我有问题嘛，好没什么好讨论的。那就没了，对，就结束了。可是所以对柯文哲来讲，有一个很关键，为什么柯文哲的小草们会坚定的认为清清白白是柯文哲，什么阿伯清清白白是他们现在每天喊到法庭，那个法官都说你们不要再这样，这样的话人家证人怎么作证？连宣判的同一时间，走廊就传出这样的声音的时候，那你就知道他们那种，我必须说了，那是确实是有一些你要说有没有一些宗教的因素在里面，我认为是有的，我认为是有，但是为什么这群人这么相信柯文哲？他有一些脉络的啦。这是从2014年柯文哲那个叫横空出世，从医生转到政坛，他形塑出一群因为对传统蓝绿失望，然后呢把希望寄托于他。那当然有一些人失望，比如说我们对面的一赛，就是说也许有些曾经帮过他，对他失望，可是有一群人是一路他就觉得我只相信柯文哲。好。这一群人是柯文哲乃至于民众党一个最坚固的底盘，那这个盘柯文哲怎么可能会放弃？所以像刚刚小玉也讲嘛，他说其实他讲的话是要对这些小草说，某种程度也没错，可是注意，我觉得最近有几份民调有一个趋势，我觉得大家也要这个尤其绿营的要特别注意，就是本来柯文哲案从去年9月到今年初，通常都只有就是所谓的小草在提，对。可是呢，经过这半年，即便是这个今天最新的震传媒他所谓认为柯文哲清白的比例都是往上升，然后呢，认为政治有干预的这个比例也更高。那为什么？关键就是蓝营的支持者，他们经历了一场司法的这个所谓的三温暖，就从今年2月所谓的死亡联署案之后，国民党也对柯文哲开始有共感。现在很多人讲共感，就是说，我们也那个叫感同身受。所以这个时间点，柯文哲就某种程度，他的诉求对象虽然是小草，可是呢，同时在野阵营对他会投以说，你的处境我们能理解。而这个处境，其实在1年前，也就是去年的这个时间点，国民党里面其实多数人是丢石头丢柯文哲。
因为那个时候是8月多在查账嘛，对，他们不是出来查账还鞠躬道歉，所有那些那到时间到9月，那个时候的余文还在那一段时间，那个时候的国民党支持很多就说柯文哲贪污，柯文哲怎么样，柯文哲那时候是不客气的。可是经过了这1年的时间，你会发现，国民党的支持者其实态度是改变的比较多，当然不是绝对全部都相信柯文哲，但是至少可能3成4成比例是往上升的。那对柯文哲来讲，他的底气是越来越大，越来越高。民意没有办法影响司法，可是民意的氛围会让柯文哲的政治影响力变大，所以这个声量加上这种影响力，柯文哲我必须说了，在他一审乃至于这个案子定谳之前声量不会停，即便他最近是比较相对低调，可是只要他有固定的出庭，有固定的话题，有这个司法案件有进度，他就会成为声量王，而这个对民众党来讲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其实不一定，不一定，因为民众党的支持度目前看起来是回到了去年柯文哲这个案子爆发之前的水平了，可是你说他有没有更上一层楼？有没有？也没有，也就是说那个基本盘稳了，可是呢，他没有办法扩展，而未来能不能扩展的关键是什么？是我觉得那个在野竞合反而是一个关键了，就是国民党支持有一群人对柯文哲现在相对于那个2023年那个君悦事件，然后那个时候的好感是增加的，可是呢，也不代表这群人就会支持柯文哲，所以后续比如说蓝白合啦，或者什么这些政治深水区的议题的时候，才有可能会去探讨到柯文哲对整个在野势力的影响力有多强。当然，他的司法案件啦，这些都每一环扣一环啦，所以现在还言之过早。可是我觉得这段时间对柯文哲来讲，可能是他这个也是某种程度的人生高光时刻。那你如果把那个时间看一下的话，大概在明年的1月或2月，如果这个案子一审会宣判的话，会不会对于不管是蓝营的支持者啦，或什么，会不会某种程度会有一些影响？因为你宣判的结果无罪，判某种程度的罪或是重罪，它一定多少都会有一些影响。但伟航是一定有很多人没有办法，有很多人，尤其像绿营的支持者或什么。一定没有办法理解，就是少吵一天到晚清清白白，是他们就不觉得清清白白，绿营的支持者有很多不觉得清清白白，少吵一天到晚清清白白。但是刚才波基也讲，那个比例跟以前比起来，如果单以白银的支持度，不会是现在的这个支持度，所以显然蓝营的有一些人可能也是经历过，对，刚刚讲到不管是大罢免或是司法的一些也被侦办，对，所以有那个同理心，也有这种感觉，所以真的。觉得他清清白白的人有将近3成吗？好，我们来看正传媒的民调比较详细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到柯文哲是否干净清白，近3成认为是有干净清白因为他是讲干干净净、清清白白嘛，因为干所以净嘛，因为清水白嘛。接受这一套说法的3成，一定就是大于民众党的基本支持度了哈。那当然不同意的还是比较多。好，那当然我们直接先看到正下方的这个组成比例，当然不意外的，民进党一定认为不是这个清清白白这个没什么特别的。民众党一定是比较多认为清清白白，不然为什么要当民众党呢？重点就是国民党分裂。国民党持清清白白立场的35%。认为不干净清白的31%，其实就是差不多1比1，这就变成国民党最大的问题，因为司法判出来一翻两瞪眼。明年1、2月判出来，请问该怎么办？然后国民党里面有些人认为说法官公正，有些人认为这个是冤狱。这个时候其实不是到明年1、2月的牵动，现在就会牵动他们的国民党党主席的选举了嘛。那实际上就大家就原则上有些人现在解读是。郝龙斌派与反郝龙斌联盟这样再选，但实际上就是对于柯文哲如何诠释的差异性。罗志强这是一面倒的啦，一面倒挺柯嘛，他应该都是清清白白派。但实际上就是对于柯文哲如何诠释的差异性。罗志强这是一面倒的啦，一面倒挺柯嘛，他应该都是清清白白派。郝龙斌呢，那率先开枪，他怎么能说自己是清清白白派？他只能就说希望那个司法公正这样子。所以这个问题铁定就是接下来这个讨论的关键了，特别是国民党的选举那我们后面又去提到了就是
对于那个台湾主权未定论啊，国民党主席未定论，这个比较麻烦就是明天馆长就要上线了啊，他如果问你呢？这你觉得柯主席清清白白吗？那怎么办？这个就被迫把明年1月才会有的问题现在拉出来，就必须去做一个解决。所以这个就是问题之所在。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不断的强调，都是国民党跟民众党之间界限模糊的问题。因为界限模糊，你的人就会跑过去支持他那一边啊。像同样正常没的其他的问题里面去问到，就是这个。不同政党支持者对于这个柯文哲啊，对于就是包括民众党对于国民党的内部的这几个可能的主席人选的看法，这个就很妙了就是像民进党的当然可能会比较偏好这种郝龙斌那看起来比较中性的但是比较偏民众党的可能就会觉得这个罗志强这一种清清白白派，那会不会形成一个潜移默化的效果？好，这第一个。再来就是说，是不是有政治力介入的部分有高达56%甚至57%的人认为是有政治力介入的。好，那当然有些人可能看到这个数字会很震惊，不过我建议大家可以读一下原来的问题，就是请问你认为柯文哲的案子有没有政治力介入干预司法呢？这个解读角度就比较大了如果是我乍听之下，我会问有他那么多特权，土城特权哥他过太爽了，都是因为民众党在外面他们鬼吼鬼叫是不是有人受到影响这个让他有这么多特权，法庭上可以丢水瓶好，所以就这个角度来看，原则上的确绝大多数人可能会诠释是赖清德在干预司法，当然还是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诠释啦，使得两边的民调出现一些很具体的差异性。不过一样还是可以去看那个支持者的这种态度的差异国民党和民众党都是非常高的比例认为就是有司法介入，就是有介入，就是赖清德有介入了好，那接下来这会不会是后续的主打？因为如果有介入的话，代表什么呢？判决不公正。那势必要提，就是明年基本上，我想如果就一般的比较合理的推理，就是基本上应该是会被判有罪，刑期长短的差异性而已。那判出来之后，国民党的人，那民众党一定会强调司法不公那国民党的人要继续延续这个轴线吗？就是这是一个不公平的政治审判，柯文哲被政治迫害，你国民党去救一个上一次跟你竞争总统大选的人 ，for what？为了2028蓝白合有点远，难道是要为了2026蓝白合需要吗？这些都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政治利益考量。所以现在这个民调丢出来绿的可能会觉得说那没关系，就先让他们闹，反正明年1月判出来就知道。白的也是不管怎么判反正我们就认为是冤狱。可是国民党呢？国民党的论述到底什么？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国民党最大的麻烦。国民党真的内部会面临到像这样一些问题吗？眼前蓝白合摆在那个地方，白银的态度会是怎么样？连选个党主席，好像每个人都要出来说一下蓝白合3个字，然后要不然的话，这个主席不知道怎么往下走。可是如果看刚刚那个民调。这民调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国民党的支持者如果讲说有没有政治，柯文哲案子有没有政治力介入，总数是56.9%，将近57%认为有，24%左右说没有。国民党的支持者里面有高达75%认为有。OK， 那但是如果问柯文哲是不是清清白白，国民党的支持者只有30%多觉得他清清白白，也就是国民党最近喊的话看起来没有矛盾。像博弈你们一直在节目主张的是，你们要让他在过程当中给他一个争取权利，要让他合法，不能欺压，公平公正。对。但是是不是清清白白？如果从这里面来看，显然国民党支持者也比较保留，大概只有30%多，差了1成，差了一半。对。可是刚才有行讲可是对你们这人这就尴尬了。那接下来蓝白合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办？明年1月判出来以后又该怎么办？2026摆在那，2028摆在那，不合感觉上不行。可是这数字，尤其是如果要当判完我还是强调，有可能无罪，有可能有罪，或有可能重罪。如果万一是偏向重罪的，或是判有没有贪污图利这些，那对你们怎么办？我必须要讲啦，两个政党要合作没有这么容易他要沟通跟协调的部分真的很多。那对于蓝营跟白营而言，如果要合作，两个政党的界限势必要稍微模糊一点。如果真的坚壁清野，那也不用合作，两个完全就不是没有需要合作的必要性了嘛。所以接下来我个人觉得啦，以目前国民党我所了解到，很多人都觉得说给柯文哲一个公平的受审机会。但是有没有罪，等法院来判。OK， 而等到一审法院判出来之后，
到底蓝营的态度如何？我觉得会根据当时包括检察官或者法院判刑所拿出来的证据来做决定。如果真的非常明确，大家都没什么好讲，那我相信蓝营的一定会觉得那就是如此。他的刑期跟他的证据是匹配的。蓝营我相信不会讲话。OK， 但如果他的刑期跟证据感觉起来是有落差的，那我觉得蓝营可能就会有比较多数的人会去同情柯文哲前市长。我觉得要等明年再来看吧，现在我不敢说。但是不管如何，蓝白两党接下来要合作的方向，我觉得是没有变的。尤其是蓝白两党现在对于赖清德总统的讨厌度跟不满意度也是非常高的，而且甚至是我们都担心，恐怕连绿营自己原本对于赖清德总统的基本盘都有流失的现象。就看一下也是让正传媒最新的民调。赖清德总统，我们先看他的满意度啊，他55%的不满意，满意只有34.2%。赖清德总统的信任度48.9%的不信任，信任只有37.9%。而且不管是满意度还是信任度，今年9月都比去年的8月更增加了。像不信任度增加了1.3%，不满意度增加了2%。都是不满意跟不信任持续的在上升，这个对于赖清德总统是一个非常大的警讯，尤其是这边没有显露出来，还有一个重点了，赖总统的施政满意度6都啊，除了高雄是满意度大于不满意度之外，连赖清德总统的本命区啊，都是不满意大于满意啊，这是非常严重的警讯啊！以前号称民主圣地的台南，摆个西瓜都会上的，居然对于赖清德总统是不满意的，这个状况，我老实讲。当然，在野党那看到这个一定会觉得，信心满满。然后2026、2028，接下来一片光明了。甚至是还有一个民调没出来，可惜没有做啊。国民党的支持度高于民进党啊，这个也是非常的，非常振奋。我也没想到，这个快乐来的太大党啊，快乐来的太快，让我有点措手不及啊。国民党快要赢了民进党了，好久没有见了。几年前出现过这个民调，但是这就出现一个状况，就是要讲风向真的非常重要。那你们就不用蓝白合啦。好棒棒！我们要赢得更有把握，我们要必胜。所以还是大党了，还要来要持续。国民党绝对不能自傲，好不好？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对，所以代表一个状况就是，民众跟政治其实是非常息息相关的。很多的说法不是绿营自己觉得好就好，也不是绿营包括周围的同温层觉得好就好，中间选民怎么来看待你绿营的施政以及你的核心执政理念？我觉得才是执政党最需要考量的重点。而目前，我相信这是正传媒做的民调，可其他各家做的民调，原则上数字不一样，可是趋势都差不多。赖清德总统的满意度一直在下滑，民进党的支持度也一直在下滑。而怎么样要让他们的民调跟民意度能够回升？我觉得必须还是要从根本做起，改变原来的想法，好好的跟在野党合作，好好的为整个国家民生经济议题来发挥。我觉得才是人民对于不管是执政党还是对于任何一个政党不会改变的他们的初衷以及期待。若芳科，我们就直接顺着往下走。所以对你们来讲的话，那你看你说从7月到8月发生了太多的一些事情，全部都搅在那一起。那对你们来说，要怎么样能够正衰起弊？要怎么样能够让民众感受到你们在做不一样的一些的改变？然后包括刚才所讲的让你们自己的支持度那能够回升有感。可是光我们分几个部分，司法这一部分。司法这部分，你看最近譬如说像陈志汉所讲的，他这一段话，我念一次，你看他这段，他讲说那个就是把赖清德，这是民进党刻意营造的模拟战略，预设好的标题，赖清德放掉柯文哲是要转移焦点，制造矛盾，制造黄国昌跟柯文哲是两个太阳之争。那我不管是不是两个太阳，是不是两个太阳，大家已经讨论过很多了，但是他讲话的这个重点应该在前面那几个字。赖清德放掉柯文哲，也就是赖清德可以放掉柯文哲。你只要顺着这个话往下走，你就陷入他的逻辑里面，就是赖清德放掉了柯文哲。如果赖清德可以放柯文哲，那就表示赖清德可以抓柯文哲，那也就所有一切司法中都在赖清德手上。这白银现在一直在塑造，就是整个好就是冤狱，然后包括司法干预，有90%的人觉得是这样，柯文哲清清白白，有90%的白银的都觉得他清清白白。这些当人家他们在论述这件事候，对你们来说，你们又该怎么去面对所有这些？就我先讲一下哦，就是当然柯文哲这整个家邦，包括民众党整个在柯文哲入狱进去这个羁押之后啦，他们其实玩的不是法，他们玩的是政治。
他们用层堆叠，从柯文哲那时候大家还记得一进去，他从他家出来之后，他就讲这是政治迫害，他就已经定调了。他们一路都是讲政治迫害，他用一层一层一层，这1年已经堆了1年了，包括说舆论啦、形象啦、话语啦、风向啦，他用这样堆，那有没有效？老实说，现在目前看起来其实是有效的，是有效的。包括这个国民党刚刚看到这个民调，国民党也因为这个死亡联署的案件，然后他们有些人也会觉得啊，对，跟柯文哲一样，都是司法迫害。然后再加上说他们一直讲这是赖清德，所以他就叫做政治力介入了司法。所以赖清德可以主导了这整个司法柯文哲的案件，就是不要让柯文哲出来，或是要主导柯文哲要不要出来，用这样的方式。那再加上说，你说整个7月上面来说，大罢免之后，老实说，民众对于司法的不信任，那可能有一部分中间选民是观望，他对于民进党的执政上面，再加上整个大罢免的一个事件出来之后。先讲民进党的支持者，民进党的支持者，老实说，在大罢免之后，我遇到很多的选民，尤其是最近在普渡，跟我讲说，他们从大罢免之后，再也没有开过电视，他们从大罢免之后，再也没有开过电视，不看政论，不看新闻，只看韩剧，然后看他们自己的所有的8点档。为什么？他是觉得，第一个是觉得心灰意冷，第二个他对于民进党的这个在整个罢免过程，他们一定会有本来有期望，但是结论是这样，会有失望。到目前为止还没恢复，老实说失血都还没有恢复，我觉得是我们必须要认知到的。我觉得这些堆上去就会变成。赖清德总统他的第一个信任度包含满意度，其实就是会下滑。他老实说就是会下滑。那到底赖清德总统有没有办法介入司法？因为陈志还是说这就是赖清德要把柯文哲放出来。可是这都你们讲啊，柯文哲自己说他想出来，然后黄国昌也说要放柯文哲出来，然后陈志安又说没有放出来就是你赖清德啊，如果不放也是你赖清德，通通都是给他讲就好了嘛。可是我觉得最后应该是讲说，大家对于司法信不信任这件事情，其实你上网去查，台湾人对司法的信任度，从很久以前大家都会觉得，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大家关阿扁的时候，大家就说这个司法不公啦，什么每一个时期。但是大家共同的对于司法的信任度都是偏低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才会有一个司法改革？大家会觉得说要司法转型、司法改革是这样子的一个原因。那你说在这个司法信任度可能大家都还没有到建立到这么高的情况之下，再加上民众党跟国民党两个蓝白联合起来，用这样舆论形象话语风向层堆叠上去，那会很多加深大家对于司法的不信任。我觉得老实说，可是那我觉得等到明年判决出来的时候，因为很多的中间，像刚刚看这民调，有些中间选民他其实对于柯文哲有没有清清白白、干干净净，他们还是保留一些状态。那这个我觉得等到明年出来之后，大家看整个审判，看整个判决书，那其实到目前为止，很多在整个起诉书里面证据其实还蛮多的。那如果你有认真去看这个800多页，证人认罪的认罪，然后有承认的有承认，然后有一些金的有一些对话，其实还蛮多的。若芳，你知道那个800多页，我想只有在场的人会看。我们会是对，你们会看。一般老百姓他会光看起诉书的，大概都不多了。所以大家你还要，但柯文哲他很简单，他用几个字，他就可以把这你查了1年，什么也没查到，然后你就要解释大概30分钟。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讲，他用一个舆论的风向，我用简单的方式，因为他笃定很多人其实。老实说啊，真的只有我们会认真，然后还把它做笔记，然后再拿出来。一般人可能就是我看了一下新闻的标，我可能就是看了一下，可能大家新闻可能在播什么，那就是短短的1分钟、30秒而已。但他不会去看其他的证据，他不会去看完全部的。那如果再加上小草，他们很多的民众党做了很多的短影音，老实说，他们短影真的蛮强的，就一直播一直播。那现在的人喜欢看什么 ？Reels 就是短影音，30秒之内。我每次滑可能那个推播数据吧，每次滑都有民众党推的，因为你一直滑，因为我们都会看这个，只要你点过一次，后面的大数据都会一直推给你。那他在这边看的过程，然后会不会看到，会不会受影响？然后再加上很多的
没有去把它完整的看完的时候，我觉得民调的数据是可以参考，那它一定会有很多的原因层层堆叠上去。那当然，民进党要检讨的当然一定有，可是司法案件，我们都要相信说，司法它是绝对是按照所有的证据来做判决。那刚刚也有讲到说，判决的轻重认知，我觉得每个人的认知不一样。当然，我们会觉得说，啊，柯文哲，你就是要判重一点。有的人会觉得说，啊，你依照比例原则到底怎么拿捏，这也不是我们说的算啊。就认知上面，那只是觉得说。国民党反而是明年面对到说，如果判决出来，那你是要停还是要继续下去？就是这叫做政治迫害、司法迫害，因为你们一直这1年多以来都是这样子的延续的论调。那当他判决出来的时候，你要讲说他是政治迫害吗？那大家会回头问说，那大家以后就是，那你们就直接把政治现金法全部修掉。但如果真的这样讲，一燦是你不要觉得那个几句话，然后出来以后，它的影响到底不是你如果这样讲，你才发现原来那个话讲得短，那可是因为如果大家都听到的话，一句话，当人家在新闻出来，一定会有这句话嘛。那有很多人听了就真的是这样吗？它就会形成这样一些效果，不是吗？没错，所以我一直说司法我们希望它独立性，但是司法的独立性有一件事情会让政治去利用，就是司法在法院之外它是不予的，所以法官、检察官他没办法透过大量的媒体去洗这些民众的认知，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政治不要介入司法？不是说司法改革不需要，而是政治不要介入司法的个案，这些都是因为司法的限缩，它的宣传力道，让民众党跟柯文哲拿去利用，反向利用。那这种反向利用有没有效？非常有效，在民调上面就凸显出有效嘛。但是如果是有效的，你说赖清德要不要因此而去介入柯文哲的个案？也介入不了。我说真的，也介入不了。如果介入得了就像陈志涵讲的，这个逻辑你知道赖清德要多忙吗？他要先北院说你要裁定交保，而且裁定交保说你要故意在黄国昌出国的时候裁定交保，那裁定交保之后，你还要叫陈志涵，你赶快跟柯文哲主动同车，主动同车完以后，才能叫北检去抗告，抗告完又想要把柯文哲关回去了。你看这礼拜赖清德多忙啊！突然之间突然之间北检又抗告，然后突然高院又裁定说你要回到北院去做所谓的相关的审查，但是一般民众不会了解这些程序一般民众也懒得理这些所谓的司法上面他们严谨的程序这些司法的严谨程序就是我们要的公平性，不是吗？就是我们要的司法的独立，不是吗？他们懒得听他们会听陈志涵这句话。放也是你柯文哲，放也是你赖清德，关也是你赖清德，你赖清德都是介入司法，这就是导致反而他们的做法是导致长期以来民众不信任司法的元凶，就是柯文哲跟民众党这些人一般的犯人我就算了，所有的死刑犯，所有的诈欺犯，全部会说他是无辜的，他们会一定到处宣传说司法不公，毕竟他们叫做犯人但是你是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这点我就要肯定郑文灿。到现在为止，郑文灿他当然会在司法上面争取他的公平性，但是他有讲过任何一句话吗？他有讲过说司法不公吗？他也会内心里觉得司法不公他有讲过吗？他从来没讲。民进党为什么不帮郑文灿讲话？因为他知道要维持这个司法独立性是多么不容易的，所以我把郑文灿停权，我就跟郑文灿没有关系。郑文灿你在司法上面去主张你的权利，但是我民进党绝对不介入司法，绝对不干预司法任何的一个程序上面，任何的一个判决。这是民进党所以我觉得没错，民进党民调下滑，但是我觉得是对的坚持。我们曾经受过非常大的冲击，包含阿扁的贪污案。我们做过坚持，我们8年站起来了，我们不怕这样一时的民调下滑，我们不怕民众党，你柯文哲继续利用你们的政治的宣传力去干预所有的司法审判，这一点坚持一定要，即使民调下滑，这就是维持我们司法独立性最重要一个如果任何政治人物都要去干预司法，都要像柯文哲的话，那台湾未来的司法只会被民众更不信任而已。这是我觉得执政党应该去承受的问题。OK。
但我想，那还记得那是《投名状》那部电影吗？那时候不是包括李连杰，然后李连杰、金城武跟刘德华，然后最后在打苏州那一仗，结果到最后要不要杀那些太平军？那个时候不是二虎就刘德华跟李连杰产生庞青云两个人产生争执，庞青云说了一句话：“你记住，永远只能有一个头。”每个地方都是这样嘛。对。所以陈志汉的意思就是，柯文哲出来以后，就是刻意设计好的，就是让等一下博弈你们也是蓝白当联盟以后，也只能有一个头，是那个头会是谁？可是现在白银看起来好像根本不用讨论，不用讨论头是谁嘛，对不对？对，应该就是柯文哲吧。这柯文哲出来哈，小草还是自然的往柯文哲的旗下去集中，这个没什么特别，但重点就是在于柯文哲要不要出来。每个地方都是这样嘛。对，所以陈志汉的意思就是，柯文哲出来以后，就是刻意设计好的，就是让等一下博弈你们也是蓝白当联盟以后，也只能有一个头，是那个头会是谁？可是现在白银看起来好像根本不用讨论，不用讨论头是谁嘛，对不对？对，应该就是柯文哲吧。这柯文哲出来哈，小草还是自然的往柯文哲的旗下去集中，这个没什么特别，但重点就是在于柯文哲要不要出来。因为柯文哲以什么样的形式出来？他是每天都是就礼拜2、4开庭的时候这样穿过去，那个人群这样子，然后回来就是只有透过媒体帮他把他的话传达出来吗？还是会有一个机制，比如说他跟黄国昌或是一些重要党公职开会之后，由这些人不是证人的出来进行一个相关的发布。好。那如果是这一个模式的话，就是现在在传言可能会有这样的模式，黄国昌还是会有相对的重要性。即便他已经确定明年2月他都不会是立委。对啊，但是他在像这一次传出来的嘛，黄国昌传出来就是包括像地方大选、新北市的部分，宜兰陈婉慧、张启凯，也都还是在线上，要真的要投入哦，你们要投入这柯文哲交办啊，你们还是要选哦，这个不是只有黄国昌讲。我是已经得到柯文哲的授意。好像这些状况，他只要重复够多次，他就可以维持黄国昌在党内的地位。但重点在于说黄国昌同时也传承了一个，就是柯文哲叫我选新北市长，这样的简单的意念。好，那要选新北市长，就会跟国民党产生某些实质的冲突性了。那这个黄国昌怎么选？那我们看到的就是黄国昌开始骑脚踏车啊，那骑脚踏车打篮球，打篮球。他其实从12号基本上是天天在骑哦，但是你会发现基本上都没人知道他在骑这个就是社会现实啊。我要如果要是柯文哲还没出来以前，对，大家是不是每天都会追着他？就算他骑个脚踏车，都要问一下。今天对于这些什么事啦，你有什么看法？对，一定都会去问了。但柯文哲已经开始可以直传圣旨，或者是柯文哲他会上法庭，他可以抛出更有趣的，包括闺房之乐啦之类的，到底是好玩在哪里就是这些东西一被抛出来之后，黄国昌你玩标准的正规的选举宣传，一点意义都没有。你骑脚踏车，谁管你骑脚踏车？如果你骑脚踏车，你是在吐槽说怎么盖成这样？和平公园不能这样盖，我来盖会多好多好多好，他不敢。但是柯文哲敢，柯文哲一出来一上车，双子星怎么盖这么慢？我112在我任内就发包，为什么都还没动？西宁国宅怎么现在还是停着？完全不一样的玩法。柯文哲这样的玩法有新闻性，也有政治意义。黄国昌的玩法没有什么新闻性，他只是在做什么呢？我还在选新北市的交代，这样会对国民党造成威胁吗？不会。像李四川现在最大的困扰，其实就是真的就是那个公馆圆环的塞车是塞在新北市那如果是塞在新北市的话，那对黄国昌来说，他是不是一个打点？那你可以去那边骑一趟嘛，对不对？人家机车塞在那边，你骑脚踏车从旁边过去看一下。那你如果真的去看了，你对李世川提出一些指教，你是不是就真的进入选新北市的状况？如果我当新北市长，我要跟蒋万安做什么协商？我们新北市民的权益不能受到影响。不是说那个红灯把新北市市民挡住，他敢放这种话吗？不敢。那再来他的下一个打点其实也是蒋万安，就是820的那个事件。
80的事件，接下来缔结所谓约谈830，然后830走读那一次，对，就走读那一次。那这个事件在约谈的过程中，小草已经有在预设，就是如果黄国昌继续，他们会有一些动作了，但基本上应该都是很轻的。我必须要说，像我们时代力量，我们昨天才被新北市的警察，我们去公园静坐抗争就是有个淡水的公期的公园，然后呢，他们那边要盖警政大楼，那我们是呈居民的这个反对意见然后我们去现场看呢，只是静坐而已就被上铐带走了，然后直接就弄到晚上，找了7、8个律师进去把人救出来才没有直接移送，是函送的。正常的抗争难免会碰到这种事情，但是你黄国昌你的那场830的总督怎么样看，人家都是已经非常的给你面子，冲突性就是不够嘛，在冲突性不够的状况下，我就要反问，那这一个举黄国昌你要接下来怎么玩下去？如果你想营造自己可能变成政治受害者，可是你可能进去电视问完出来，毫无什么魅力可言，你也不会被压走，也不会怎么样。那在新北市的选举呢，你还在继续骑脚踏车，你没有制造冲突性，你连你自己原本要提的议员，你现在都不敢带出来跟着你在那边跑，为什么？因为柯文哲出来，柯文哲有自己要提的议员，所以现在的格局就是在于说，其实陈志涵讲的2个，他今天讲那个昨天讲那个赖清德那个把柯文哲放出来制造2个太阳没有，他是在光晴姐的节目上讲，光晴姐自己都讲说。没有换党谁当党主席的问题，没有回来当党主席的问题，但就是有2个太阳的问题。光晴姐自己都讲，然后你在现场讲一个根本跟光晴姐脱钩的，我就觉得陈志涵他现在也是有点急他自己才是受到2个太阳说影响最大的人，他不知道是要往这边靠还是往这边靠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民众党内部对于自己的方向性，他们也会怕就是万一柯文哲明年1月判很重的话。接下来这个党要怎么走？那来小雨先问一下，蓝白合之间面临到，因为毕竟去年2023 11月吧，对，还记得11月那次本来都已经签好了，11月15号礼拜3，我随身携带，对嘛，是不是？对，没想到，因为那天下午柯文哲前主席就在我们节目那天的专访 ，OK， 所以从那时候一直到后来在君悦饭店，然后之间，然后大家讨论成那个样子。现在你要让白营里面所有的人对蓝，虽然啦，那个氛围一定会比那个时候好，现在的氛围，蓝白合的氛围，因为毕竟柯文哲经历过这个，然后蓝也经历过，不管大罢免啦，或是也有司法侦办的一些问题。可是就算氛围好，对陈志涵来讲，他讲的没有错他讲那时候把那个时候的那所有的旧账大家来翻一翻，这不是蓝白合就真的一定无所不能的这个样子他觉得要翻页了嘛，对不对？对不对？可是当然不对不，当时是你白银签了6点协议之后，然后你去给人家撕毁协议的，我想说他到底在讲什么现在是蓝营还没跟你算账所以就过去嘛，好不好？就过去，没想到你有这一天嘛，对不对？这样我想说，到底是谁过不去是，如果大家，我觉得不要被他们欧流谁懂，是当时白银签了协议之后，然后他们是撕毁协议的，在君悦饭店那个，所以他现在才讲说，好，我们撕毁协议所以我们就算了，我们要翻页不要再提我想说你到底在讲什么好，那回过头来了就这件事情其实是当时是白银反悔的嘛那他又讲了，他昨天讲的蛮多的，他说，好，我们不要用大局观，还叫你们不要用大局观，虽然你们现在已经是第一大党 Number one 第一大党所以你们不要用大局观来绑架来绑架。然后他说不然那各县市来比民调，他说各县市比民调，你要比民调。那新北市先来比一比好了，你新北市一比，你黄国昌就出局了你新北市一比，你现在跟李世川比，你黄国昌就不用选所以我想说，你到底知不知道你们民调？要不然张启凯来比你要跟谢依凤比吗？那张启凯就不用选了那陈婉慧可能还有，可是陈婉慧上次在整个这个宜兰的那个民调里面，他也是差很多很多的，他是只有20几%所以我想说，你要比民调真的民众党就现在就 game over 就不用比了所以我想说，他到底在讲什么？而且这个而且我觉得他没有得到柯文哲的精华，你知道吗？柯文哲的理论是说，
我就算我选不上，但是我有刺客理论，我还是要叫黄国昌叫这个陈婉慧，叫张启凯下去选。反正呢，你不让我选，我就跟你下去选，那顶多大家一起死，因为我选不上，你也选不上，我是要把你拉下来的。所以我觉得说陈智菡不知道是不是最近跟柯文哲这个他这一年来就跟黄国昌，他感觉好像就是说被黄国昌拉着走，因为黄国昌是想要选的，他是拜托你国民党让我选，他是一直往国民党这边靠拢，是拜托你要让我选。可是柯文哲是跟黄国昌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可是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吗？就如果不比民调，因为看起来国民党摆出来的态势，最起码博弈在节目讲的就是比民调嘛，大家来比。那如果要不比民调，那白银有什么可以跟人家讲？好了，那有些地方给我，不可能啊！蓝营为什么要给？所以要谈嘛，这就是不是说除了民调之外，你是说用柯文哲的方式，如果大家来谈，如果谈不出对我们白银的发展有利的，大不了大家鱼死网破，对啊，大家一起就刺客理论啊，我选不上你也别选，我也可以把你拉下来那看你就是要不要让这个绿营渔翁得利啊？这柯文哲的想法一直都是现在还是吗？经过了这么1年的积压，所有的这些柯文哲连自己。当交保出来的时候，他不都说经过了这1年，他的个性，他的什么都会有一些的改变？你觉得这个是没变的？可是如果他不这样子的话，那他这样就是整个滚化旁对啊，就被国民党滚化旁体啦，不是吗？那好，如果你坚持要比民调，那现在谁？你告诉我，民众党谁会赢？谁可以赢啊？就先讲出一个实际的例子来。可能还有啦，可能就是新竹啦，可是新竹现在还那个官司都新竹也不算是民众党的，现在以高虹安主导是无党籍了。所以当时是形势比人强嘛，就是说现在的情况对民众党来讲。我认为就是柯文哲出来，他还是要重新再盘点一下啦。就是你现在至少你要跟国民党叫板，你还是有一个，要不然就是要像柯文哲以前很硬的，我跟你硬干用刺客理论嘛哈。那最后要讲了哈，就说看起来就陈智菡他也认为说这个2024是一个失败经验啊。当然了，以结果论来讲，当然就是一个失败的一个经验嘛哈。所以他认为就是说要翻页，然后要重新取一个名字，就说不要再蓝白合了。那叫什么？对啊，然后要叫什么？蓝白配，蓝白配，好不好？不是我讲的，你看我也不想这么回答，我没有这样想法啊。问志涵好不好？对，他觉得蓝白合 OK 啊 ，OK 啊，对，我觉得 OK。那你觉得蓝白配好不好？蓝白配，他们可以想要白蓝合，他可以白蓝合了，白蓝嘛，就不要蓝白合，白蓝合，这样很难听哎。我补充一下，我怎么回答？我不想，不是我的想法。我补充，2022年柯文哲的战略其实有2招啦。第一个，它是叫做双城弃保，就台北市跟新竹市双城弃保，这是他第一招。也就是说，我都派人选，那最后再来谈弃保的问题。所以这其实双城弃保在2022年台北市跟新竹市是都有发酵的。另外一个就是没错，就是白蓝配，基隆就是标准白蓝配嘛。我谢国良选，那但是我那个邱佩玲去当副市长，这是叫白蓝配的配法，蓝白配的配法，所以他可能会用这2招来去进行他2026年的布局，但是一开始绝对是先用弃保的，因为现在比民调都直接讲黄国昌也出局了，大家都出局嘛，那所以他一定会。逼到最后一刻，他以他的个性就是逼到最后一刻再来跟你谈，到底是要蓝白配还是蓝白弃保。我谢国良选，那但是我那个邱佩玲去当副市长，这是叫白蓝配的配法，蓝白配的配法，所以他可能会用这2招来去进行他2026年的布局，但是一开始绝对是先用弃保的，因为现在比民调都直接讲黄国昌也出局了，大家都出局嘛，那所以他一定会。逼到最后一刻，他以他的个性就是逼到最后一刻再来跟你谈，到底是要蓝白配还是蓝白弃保。OK，可是现在看起来，来博弈，对你们来讲的话，对，好像那个蓝白合的氛围是一路这样。对。可是我刚刚为什么讲说永远只有一个头？是，就算蓝白合、蓝白配，不管是怎么样，我不是在讲实质上的支持度或者什么，那一定还是你们比较大。但在所有的声量上面，柯文哲显然一个人，平心而论啦，我没有看实际的数字。但他应该一个人的声量会把国民党所有现在台面上
这些政治人物，包括要选党主席的所有这些声量，大概全部都压过去了吧？会，可能所有的人加起来没有他一个人多。对，所以也就是说，能够真的还继续维持打绿的第一品牌，那针对赖清德能够扛得出第一品牌的，就永远都是柯文哲啦。那对国民党来讲，那你们未来怎么办？我先回答小五哥刚刚问的问题啊，就是蓝白如果合作，蓝白谁做领头嘛，对不对？我想法是谁的人头多，谁就做领头，就这么简单，这个没有办法。柯市长没有错，声量极高，但是换算成选票的时候，它还是不够。你民众党的支持度10%多10几%，也许你可以让国民党无法当选，但你绝对没有办法靠你自己当选。这个现实你必须要去能够理解跟认清，声量跟选票不是成正比。所以对于民众党而言，你说包括了志涵很多的发言，我的想法是啦，我们国民党尊重、理解并且包容。对他有什么想法，我们都非常能够理解。毕竟一个政党要维持尊重、理解、包容，但是不理他。不是包容，你看包容不理他，你还是不会采，我们也尊重啊。那你不会采取民主国家还是要靠民主机制嘛，这合理对啊，不能够超出民主法治的界限跟范围嘛。因为要知道，一个政党想要保持住它的政党的主体性，这其实是很重要的。我相信民众党包括柯文哲主席现在想要做的事情，都是如此。他不可能让人家贴上他是小蓝的标签嘛。那民众党接下来要怎么走下去？所以他一定会有一些他自己的想法，包括跟国民党的一些竞合，他一定会有一些不同的言论。其实我们都能够理解，要不然他直接归附我们国民党不就好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会有些想法，对他们的支持者，对他们的坚持有所坚持，我们都能够接受，这个也是必须要做到的。但是最后要选举的时候，我们就要看你的坚持能不能够让你胜选，这就变得非常重要。如果你的坚持只能够做锦上添花，而不能够做真实的胜负的时候，那你也必须要知所进退，因为2024已经告诉你状况。你觉得你自己可以行，结果是什么？两个都一起再见，那你是不是愿意让这种状况重新再出现？我相信，不要说国民党啦，连整个民众党对于这个事情，我相信想到投票出来结果两个都输，我相信现在很多人心中都是觉得非常的可惜，跟扼腕的。所以2026、2028该怎么去取决，该怎么去取舍，我相信两边党的高层都一定有想法。而且最重要的是，2026不是选举的终点，它还有2028。2028整个的执政才是真的最重要需要沟通的地方。我就讲难听一点好了。2026县市首长选举，议员我就不讨论了，议员层级大家无所谓。县市首长选举，就算蓝白不合硬出来选，我老实说，那最多也是地方县市的得到跟损失而已。那个老实说，并不会有太大的差异。你们现在拿了15县市，对，又怎么样？对，然后15县市还不是要统筹分配款才好把那乱七八糟。所以这其实大家都能够理解。你地方选的再多，但是如果你中央的权力没有拿到，你整个施政还是非常的绑手绑脚。所以2026，我认为蓝白合只是一个前哨战，看大家怎么来沟通，可不可以找到好的方法。因为真的重要的决战役是2028，有没有机会让蓝白重新的重返执政？所以我觉得2026，你说民众党会有想法，国民党会有想法，正常。能够合到什么程度，我不敢讲。但是如果双方都能够有更多的远见，跟共同更多的方向的话，我相信蓝白合未来还是一定会持续的走下去嘛。因为毕竟现在看起来，赖总统包括他的执政度，包括他的满意度，包括他信任度，各方面都是让很多的民众有所质疑的。而这种氛围，而这种社会的观感，我相信柯文哲主席，包括了民众党所有的人都能够看得清楚这个趋势。而目前我个人观察，我也必须要讲了，民众党现在没有什么两个太阳的问题，就是一个太阳，就讲白就是一个太阳了，大家都清楚。柯文哲出来之后，现在接下来民众党是谁来做决定？当然是柯文哲做决定。所以你们接下来是跟柯文哲谈？我觉得如果党主席选出来，这是跑不掉的，这个绝对跑不掉啦。你说会不会跟黄国昌主席谈？一定会谈，但柯文哲可能不谈吗？当然不可能嘛。民众党可能也不是跟你们的党主席谈，最重要的是还是要跟卢秀燕谈。所以两个太阳啊，不是黄国昌跟柯文哲，两个太阳是柯文哲跟卢秀燕，两个都不是党主席。所以这两个如果真的都是太阳的话，代表了重点的战役是什么？不是2026，是2028。OK。但过去如果真的讲2028好，大家都知道2028的重要性嘛。虽然时间看起来还有2年多或者什么这些，可是蓝白之间，博弈他们蓝营很多朋友一直强调就是说，经过2024还不懂吗？
那个2024以后受的苦，蓝营的、白营的还不懂吗？可是大家又谈到，包括柯文哲的个性啦，包括政党的发展性啦，所有这些全部都摆在这个里头。你还记得那个时候？我记得说2024那一仗，前面2023大部分人还在讨论什么总统2轮制啊，是吧？柯文哲还呛过，柯文哲那时候还呛过说，哎，2轮制谁输谁是最后还不一定。那时候还讲过这些，但现在看起来好，你不讲说好，那大家有讨论是不是要修到宪法层级，还是总统选副总统选举罢免法，这是一回事。可是对蓝白之间，真的因为2024那一仗，就未来就真的一路是这样吗？绿营也不是呆呆的坐在家里面等着，如果真的你们讲6成对4成。那现在就宣布就好了，那还要玩什么？当然，这个刚刚小五哥说的这个是去年3月，对啊，因为去年3月，我觉得那个时空背景跟现在当然不一样。那个时候是在于说，蓝白是对立的状态。虽然他们在国会里面看起来是后来才合作，可是那个时候当下在国民党那个氛围就是说，我们靠国民党自己，我也要选赢。2028那种氛围就是他那时候没有指望所谓的蓝白合，那所以那个时候国民党喊出说要来所谓的2轮投票，所以2轮投票就是第1轮如果是萨卡都，那就是前2名进第2轮，对，然后呢最后要过半的选票才能够选出那个总统，对，那当然我觉得这个制度应该说它是可以。解决一部分我们现在所谓少数总统代表性的问题啊，那个时候的柯文哲是说，国民党你不要那么有自信你不要以为说这样搞2轮，最后进去的就是你，搞不好是他，对，搞不好。但是经过了去年8月到现在这1年，不要忘记柯文哲能不能成为2028乃至于2032的选项，都还是一个问号啦。那再加上蓝白合的氛围跟那个时候又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虽然现在罗智强他现在是要选国民党主席，对，那他在立法院跟这个包括吴宗宪委员啦、翁小玲委员他们提了这个修宪，也包括修法他说要并行修法修宪一起做，如果要动到修宪那老实说不知道何年何月，那就不用讨论了，对，基本上就没有了。那如果只修法，那会不会到时候又被拿去宣告违宪？所以我觉得这个题目它当然讨论起来会让大家觉得说，好像是一个叫做总统选制的改革议题，我觉得是可以讨论的。可是呢，实际上要把它变成说成真，就是说可以改变的那个几率，我认为很低。尤其要在短期像2028乃至于2032要适用，我认为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再加上柯文哲能不能选2028跟2032，都还是我认为这个变数太多了。那我只能说现阶段的蓝白合的氛围跟去年那个时间点完全不能聊。可是我觉得可以思考一件事情，如果蓝白合还要修什么2轮投票嘛，就短期内也没有修法的必要。可是关键就回到是说你蓝白合的内涵。好比说，最近柯文哲成立那个，他跟黄国昌见面之后民众党就联合政府那个对，说一个什么联合政府推动小组，它里面有一个概念是说，以后的这种所谓的政党合作，也许不是谁正谁副也许民众党不是出副手也许民众党是出行政院长，谁？柯文哲没有啦，谁柯文哲不能选总统可以做行政院长，而且呢，因为选上你们既然说可以，一个他上可以，他可以当行政院长，法律上来讲，这个是符合的，这个符合了，他的钱了。这个我要讲的是，这是民进党为什么不可以接受、无法接受的原因。我们一个曾经副院长你看他是当行政院副院长，被起诉他就停权了，这就是国民党跟民众党跟民进党最大的差异的地方。这个我觉得要说清楚。为什么你们觉得说柯文哲如果一审被判决10年以上，因为没办法选总统，所以你们可以礼让他做行政院？不，我说他的资格，他可以有资格可以当行政院长，不是说我要让他来当行政院长，这两个不同的事情啦。蓝白合作的内涵。不限于正副总统的合作当然，对大部分会觉得说如果一正一副看起来比较像是合作，可是如果因为像这个柯文哲讲的那个联合对象，他说未来是要朝签约的方式前进。什么叫签约？就是那个就有点像。他去年不是在这边对啊，就是那个6点，后面不是有讲说哪些部会是由谁哪些部会财政部财政部 NCC 还有法务部是给国民党对然后呢一些其他的是由民众，
所以我说这一块，我相信柯文哲那个脑海里面，他一直都有一个蓝图啦。那未来会不会透过这个两党的讨论，去形成一个共识？我觉得这个变数都还很多。不过我觉得大家可以跳脱出一下，就是不见得是政府合作，也许是叫做内阁团队的合作。我稍微补充一下，你说那个2轮投票这件事情有没有？那如果罗志祥先提的话，他国民党主席先2轮啊，国民党主席之前有2轮啊，2017年咸鱼好无助那一场就是2轮投票啊，后来是吴敦义直接破50嘛，对不对？结果吴敦义那一次咸鱼好无助完了之后，国民党又把他修回来，朱一伦选的时候又回来变成相对多数啊，所以我觉得好好笑，就是如果你们要2轮的话，那你们要不要党主席自己先修2轮啊？问强哥，又不是我，礼拜六他们要辩论，你扣一进去问的，不是我。尤其刚刚讲到那个国民党主席选举，因为礼拜六辩论嘛，来日方有没有看到媒体上报道？国民党主席辩论里头，馆长是提问人。对啊，对，所以大家就在讲然后郝龙斌好像说他已经决定不要参加那个辩论嘛，但是会摆一个人形立牌，对，因为有人讲说有很多人这些馆长万一问，就刚刚讲说万一馆长问的就是柯文哲是不是清清白白，那所有这些因为我不知道会问什么啦，可是如果像好馆长这，然后如果有注意到国民党几乎每一个要参选人都会提蓝白合是未来的趋势，然后像好啦，对，像那个钟小平啦，然后淑慧啊，有讲对，那自己的事情要自己负责，类似这些。你们会怎么看？虽然是有党，我觉得现在好像就是国民党要选党主席的优先首选，就一定要先是以民众党为重心，以柯文哲为重心。就你看每个人出起手是第一个，一定都是讲蓝白合，然后不然就是支持柯文哲，要不然就是帮柯文哲喊冤，每一个都是要先这样子嘛。可是我插的不好意思，卢秀燕优先好吧？卢秀燕优先啊，这个对，你们所有的这个几乎每一位啦，因为现在目前就几位嘛，那每一位几乎都有讲，那尤其是郝龙斌嘛。但我会觉得这真的有一点点的不厚道啦，就是第一个郝龙斌先切割了游淑慧跟这个钟小平嘛，后面今天又在加码嘛，就想说，对于这个党内未来一定要这个加以节制，对这些的发言，什么时候就是一个政党对内自己没办法讲话，而且尤其是讲一个是市政问题的，讲一个是公正公义法律性的一个问题的。但是却不能讲是因人而治，而且要因人而不闭口。谁可以讲？你这个对象可以讲，这个对象不能讲。那是不是未来如果郝龙斌真的当这个主席的时候，他每次或每天只要遇到事情的时候，就是开始播说，那个发布讯息，这一个针对这个人不能讲，针对这个人不能讲。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怪的一个逻辑，好像变成说。柯文哲的案件，他明明就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问题，但是在国民党未来，如果是郝龙斌的话，好像就变成是闭口不谈，或者是一个禁地不能去触碰的一个地方。那我觉得那就变成一个泱泱大党，那你未来是不是会被柯文哲牵着鼻子走？因为刚刚有人在讲嘛，就是未来蓝白合要看谈什么条件。那以柯文哲来讲。柯文哲当然是以最大利益啊，因为不管他未来要不要选，可是他一定会是国民党要去沟通的对象。那要去沟通的对象，你说2026议员要不要让席次？那你说刚才讲说啊，县市首长到底是这个会不会是有副市长啦，还是会不会有我们要派几个人在你们的局处里面呢？那未来到2028年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到行政院长啊？这都是柯文哲他要取得最大利益。那如果你们谈得不拢的时候，或者是惹得柯文哲不开心的时候，你们的党员或者是你们的民意代表，国民党的民意代表出来讲的话是惹怒了小草，或让柯文哲觉得不适。那如果柯文哲告诉你说我现在不谈，挥挥手告诉你我把门关起来，电话不接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办？我觉得这怎么会变成一个大党，一个国会最大党的，然后是让一个小党现在是最大党。根据正传媒的民调，国民党的目前民调占据领先地位。没有，我说国会目前最大党，国会也是，我们民间也是最大党，好不好？好，既然民间最大党，其实可以不需要去理柯文哲，对，不需要蓝白合了啦，100年大党也不需要了。你们也希望可以跟有点紧张，可以跟郝龙斌讲一下。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在一个100年大党在选党主席的时候。
却是以民众党或以柯文哲为中心。那我觉得这就丧失了一个政党的核心理念价值是什么？ Okay. 那你的核心理念价值如果就是说我们就是一定要赢，可是大家会问啊，那你一定要赢跟蓝白合的时候，跟柯文哲合的时候，那贪污这些背信罪、这些政治献金法，你们就置之不理了吗？你们就要不管了吗？弃之不顾，法律的这些界限你就弃之不顾了吗？我觉得反而会是变成一个。不管是蓝，或者你讲说这些中间选民，大家后面会去看的一个步调。医生要补充。我只帮钟小平讲话。吴怡萱骂钟小平有骂得少了吗？钟小平面对吴怡萱的质疑的时候都笑笑的哦。其实他非常的节制哦。你现在竟然是要节制自己党对于民众党的批评，那民众党对钟小平批评，你节制得了吗？民众党那你干脆中正万华，你不要提名钟小平好了，你直接去支持吴怡萱。我觉得反而会是变成一个，不管是蓝，或者你讲说这些中间选民，大家后面会去看的一个步调。医生要补充。我只帮钟小平讲话。吴怡萱骂钟小平有骂得少了吗？钟小平面对吴怡萱的质疑的时候都笑笑的哦。其实他非常的节制哦。你现在竟然是要节制自己党对于民众党的批评，那民众党对钟小平批评，你节制得了吗？民众党那你干脆中正万华，你不要提名钟小平好了，你直接去支持吴怡萱。这没有道理，一个政党的党主席，你尤其是游淑慧跟钟小平，当初是为了你郝龙斌，因为你指控柯文哲图利的这件事实，来帮你成为这个打手，不要说打手了，炮手。去按铃申告钟小平也好，或在政论节目里面去讲说金华城案事实上是有问题的时候，他们当初帮你，结果你现在要选党主席，竟然跟他们切割就算了，还节制一个市议员应该做监督市政的职责。看起来国民党党主，因为接下来呢，包括不管是辩论啊这些，因为郝龙斌也是在这些人选里面看起来呼声也颇高，所以在未来到底会是谁出现，跟蓝白合之间会是怎么样？可是，在国内来讲的话，最近包括。对，包括大家光复节放假应该算民生议题吗？还是应该算政治议题？那到底，因为他是一定要放假了，只是对。那当民党的秘书长徐国勇直接抛了一个台湾哪有什么光复节，类似这样一些议题，这些议题已经变成大家讨论的。好，那接下来呢？那台北那个公馆圆环那个地方，那一定就应该是民生议题。但是这个议题显然是蓝绿阵营里面全部都卯进去，大家都在讲这些。好，我们一个来看，我要很简单讲一下。美国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抛一个台湾第二位利润？简单告诉我为什么？因为大家要讲到我们，是因为美国抛了这个以后，反正徐国勇他们就接着讲吧。对。那这个接下来就是台湾到底有没有光复节？为什么前面要抛那个？好的，这其实有几个大脉络和小脉络哈。第一个小的脉络是它是在这个原本在太平洋的小岛要开一个会啦，然后后来就是因为阿共的影响，所以呢大国包括台湾、中国、美国都没有与会。然后他就在相关的文本里面就带到了这个台湾地位未定论什么的。好，这是小脉络，大脉络是什么？川普要见习近平。川普的谈判模式都是我要带我的兄弟、我的朋友见面，然后他在去之前会先捅你，这是他的习惯。所以台湾地位未定论过去的确没有亲自从美国人口中直接这么明，由他的外交的代表的国务院的人讲出来。但这次妙就是妙在这个媒体去洽询国务院，问说 AIT 立场是不是国务院一致的时候，他们说是一致。好，那这就代表是他们包括至少到 Rubio 的层级嘛，是确定就是要踩这一条线。那踩下去之后，的确隔了很久，中共才能够做反应，而且做的是他就是单纯否定，他没有讲什么有意义的话。好，重点是过去有这样子的冲突的时候，中共会立刻举行军演。我什么时候要军演？我飞机什么时候要去哪里？可是这一次呢，糟糕了，因为好不容易 TikTok 的问题、抖音的问题就是世界版美版的抖音要卖的问题，好不容易终于谈定了。川普终于跟习近平可以去谈一些他们设定的议题的时候，美国戳你这一点，还真的没办法做反应。但是，一旦被建立一个滩头堡之后台湾未定论已经变成一个美国可以摊出来的主张，那么接下来中共是不是会再退一步？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是国内的接球非常迅速，特别是徐国勇接的，他立刻就
往后延伸嘛。他除了有拍片的解释台湾地位未定论的时候，他甚至也那没什么光复节啊，光复节要不要过了哈？当然对台湾很多人来说，就是其实因为修法的关系，搞不太清楚今年到底有什么新增国定假日，到底要放多少？对，到底要怎么放哦，都不太清楚哈，因为有点旧假日回来的感觉啦。好，当然这个时候抛出这个议题呢，妙就妙在你要注意，现在有选举嘛，说穿了只有一个选举，叫国民党党主席选举，所以台湾地位未定论，实际上真的对到的题目是国民党主席未定论嘛。那国民党主席对这个议题，他要多强烈的回击？好，他只谈台湾光复吗？那个台湾地位未定论要不要谈？你必须要谈啊。可是你谈下去，是不是代表你之后国民党在跟美国人沟通立场上，两者会有一些落差 ？OK， 那这会不会延伸到后续，包括这个党主席上来之后，对于国防预算，对于台美合作，像同一个时间哦，民进党的官员在哪里？他在参观现在的国防展，那包括顾立雄，那今天也都去了。国防展里面所传达一个很强烈的讯息，但我看很多人都是拍同样的台美合作的那个相关什么飞弹的照片出来。像这类型的讯息，你其实可以很直接的想见，就是他就是已经包好整包要打的，而国民党显然掉队，他不在民进党政府、美国 AIT 的这一个脉络中，他们是在外面打自己的咏春拳。OK， 好，拳法凌乱。你现在打出来的，如果这些主席候选人如果无法对应到接下来2年甚至4年的国民党的对美的政策的方向的话，我觉得啦，对国民党来说真的是非常大的麻烦。来，波基简单问一下，如果美国提了这个的话，不代表民进党一定要跟上去讲，但是显然徐国勇是把这个当做一个主要的议题，而且连打了好几天，然后越打越高，包括当蒋安回应以后，就连他曾祖父的一些文件全部都拿出来，那为什么在这时候这样打？我觉得民进党有点叫做见猎心喜他觉得美国终于愿意帮这个独派论述背书了，那不趁这个时候多讲一点，那还待何时？但是里面我觉得有些内容是有一些比较容易引发社会的争端啦，比方说光复节台湾有没有光复？就是说有没有光复节，我觉得重点不是在这个部分啦，重点是两边的史观的价值是不一样的。那这个辩论下去也不会有答案，但是在我国现行的国会就是已经把台湾光复节变成了国定假日是要放假的这件事情，它不会改变嘛。所以最后徐国勇也只能出来说，问他，那你民进党要不要放假？他说我们会依法行政。那你又说台湾没有光复节，然后你光复节那天又是要照样放假，那你会变成，我觉得用意识形态来决定这种民生议题的时候，那就回到大罢免时代的那种冲突、那种对立。那包括你再去讲什么白色恐怖啦，或什么去打蒋万安，这个时间点我必须说，那就违背了赖总统上礼拜专访讲的那一句休养生息。他说现在应该是国内去冲这个经济然后弱势青年民生这些议题的重点的时候，那我觉得徐国勇当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站在第一线这么抢眼。那当然对那个蓝军来讲，大部分都是对那个我们的勇哥是非常的赞同啦。我说的赞同是赞同他一直站在第一线，他们认为说他可以多讲一点没有问题，但是因为他是全国第一勇，台湾第一，绿营也支持啊，所以蓝绿共同支持，那勇哥继续讲。但我觉得这个议题对如果今天要来谈，比如说美国的这个表态，也许我们的国安团队，也许我们的这个府院党更就是说都有很多人可以有资格去谈。可是我觉得徐国勇秘书长他就点到为止就可以了，因为再怎么样他是执政党的秘书长。当今天执政团队有没有跟他同步？因为他最近都在讲一个叫做党政同步。那他这个议题上面，他到底有没有跟所谓的政院啦，或是府方啊，有没有一个同步的？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这会让民众觉得执政团队还在用意识形态来决定他的整个政治攻防的节奏。来一下，对，立法院修法，所以现在很确定国会谁是执政党，就是白蓝是执政党，是谁修法的？是白蓝修法通过的嘛？而过去民进党其实不放假，但是纪念什么？不是台湾光复节，我们的意识形态很清楚，就是终战纪念日，因为那时候的台湾
本身就是日本的殖民地嘛，你不要说它是战败国，但至少是日本的殖民地，我们怎么有所谓的台湾光复嘛？所以我们纪念的叫终战纪念日。但是所谓的台湾主权未定论，也不要无限推演到现在是不是台湾主权？我们是不是不认同中华民国？别忘记了，台湾经过了8次总统的大选，经过了7次的修宪，这些都是由台湾的民意去形成宪法这部新的中华民国的增修条文也好，或者是修宪里面的本文也好，这部宪法已经不是从中华民国1949年搬来的宪法，这部宪法已经是由台湾民意淬炼出来的宪法了，而且经过8次的总统大选，台湾就是一个主权的独立的国家，它的名称就叫做中华民国。来辉，如果台湾地位未定，我问一下，中华民国的领土在哪里？不晓得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嘛？我中华民国选了这么多届总统，所有的官员、立法委员，台澎金马领土就是台澎金马，主权范围不就是台澎金马？台湾地位未定论，他讲的就是主权不是给中华民国啊！开什么玩笑？台湾中华民国没有领土啊，因为台湾不确定啊。博弈，你去读一下什么叫做民主主权论。当这一块的人民他去决定他的宪法的修正，他去决定了他的总统的时候，麻烦跟美国讲，民主的麻烦跟美国讲，麻烦跟徐国勇讲。台湾就是一个主权的独立的国家，它的名称就叫做中华民国。来辉，如果台湾地位未定，我问一下，中华民国的领土在哪里？不晓得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嘛？我中华民国选了这么多届总统，所有的官员、立法委员，台澎金马领土就是台澎金马，主权范围不就是台澎金马？台湾地位未定论，他讲的就是主权不是给中华民国啊！开什么玩笑？台湾中华民国没有领土啊，因为台湾不确定啊。博弈，你去读一下什么叫做民主主权论。当这一块的人民他去决定他的宪法的修正，他去决定了他的总统的时候，麻烦跟美国讲，民主的麻烦跟美国讲，麻烦跟徐国勇讲，拜托一下。我跟你讲，美国、世界各国要来讲台湾主权未定论，我都没有意见，因为这外国人的看法。但偏偏就只有执政党以及生活在台湾我们这个岛上的民众不能这样讲。因为这不只是主权的问题，这是认同问题以及我们国格的问题啊！我要再讲的是，中华民国拥有了台湾。美国或徐国勇讲的是在历史上1949年的一个历史事实，但是他经过了8次的总统大选跟7次的修宪，其实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它的名称就叫中华民国，就没什么未定论了。不，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的领土就是台湾，哪来的台湾地位未定论？没有嘛！所以连陆委会梁文杰讲得非常清楚，他怎么讲？他说，台湾的战后确实被交给了中华民国，所以中华民国现在在台湾是拥有合法地位。他讲话是非常准确的，因为如果我们连台湾拥有合法地位的主权国家是中华民国，你都不敢承认的话，那这是开什么玩笑啊？你现在是用中华民国的总统，包括我们中华民国所有的官员到国外去参访的耶，你这东西要怎么来解释？美国现在提到了台湾地位未定论，我个人觉得他可能是跟中国大陆也有一些所谓沟通，或者是他想要拿台湾这个来当做筹码谈判，对于美国有利的东西。而美国要怎么想，老实讲，我无能力管，我也管不了。但台湾自己必须要有一个确定性的东西要存在啊，就是中华民国的领土就是台湾，这没有什么好未定论的问题。如果连这个都未定的话，那开什么玩笑？如果你是台湾国，我没有意见；如果你接下来中华民国，你选上了中华民国总统，然后改国家名称叫台湾。那 OK， 那你就用台湾国来讲，我没有意见。但现在在还没有变之前，中华民国的主权的领土就是台湾，没有未定论。如果民进党真的觉得照徐国勇讲的，真的是台湾地位未定的话，那拜托10月20号光复节，请民进党的党职千万不要放假。因为台湾没有光复，哪来的光复节？我公职没有意见啦，党职不要放，公职随便你们自己决定。对，我特别挑开来，对，党职不要放，然后记得上班要给加班费，因为是国定假日，加班费要加1倍。我讲放假是劳工权利啊，它是规定是公务员跟所有的党工也是公务要给加班费，要给加班费哦，因为国定假日上班要加1倍的加班费哦。所以这个东西在白兰国会通过之后，我们就必须依法
法依劳基法的相关规定来执行。来龙房两个，一个就是这一段，包括刚才讲到光复节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公馆圆环为什么最近已经变成全国大家关心的一个瞩目焦点。那我先讲一下为什么美国会谈一个未定论，其实它就是要明确的告诉中国。在过去的历史这样发展的过程上面，不管是这个开罗宣言或波茨坦宣言，或者是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文这些等等，因为中国都是用过去的这些协议或者是2758号决议文来说台湾是中国的，它是用过去，所以AIT 它必须要去解释过去这些发生的历史，当时签的这些协议里面，台湾并不是中国的，它的未定论。那台湾现在我们从这个执政到现，应该说我们居住在这边，宪法里面台澎金马是我们的领土，然后我们也选举过，确实我们都会讲什么？台湾中华民国主权在哪？中华民国主权在台湾嘛。那我们现在在这边讲，其实确实我们都会讲中华民国主权在台湾，但我们也希望其他国家或者是联合国能够承认中华民国的主权是在台湾，我们是个国家嘛。那当然这几天这个大家只要问到这一题，什么光复节啦，问到蒋万安啦，他前几天其实讲得很硬，他前几天就有讲到说，就是中华民国主权就是台湾，我们是个国家，他其实讲得很硬。但我现在第一个，请他在9月20几号的时候，月底的时候，他即将去两岸论坛的时候，他其实可以很大声、这么坚定的把它讲出来，告诉中国，然后请他们不要攻击老台，请他也转达一下，他在台湾可以讲得这么坚定。那第二个，他只要都是回答这些，包含双城论坛，包含这个光复节，只要是政治议题，他其实都会回答。但是今天他被问到了一个什么？人家第三个问他说，公馆圆环，他就是谢谢，就走了。为什么？因为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啊，真的没有塞车吗？因为我不是住那，但是从网络上所有的民众实际上 PO 了很多的这些包含这是9月18号的早上7点50分，这个民众还特地标了时间，特地标了福和桥，他说，这个红灯真的等了有点久哦，20年台北人活久见，从来好像没有看过排队排这么长的，就是回堵。然后呢，下面这边这个也是有人讲说，台北，请问台北人搭公车这么好玩吗？因为什么？原来大家都只是在等红灯而已。因为大家从这个画面，其实你去看这个公车，其实回堵得非常非常严重。我刚刚还上网去稍微看了一下，你知道这个台北市有个监视系统，其实你可以去上网看一下路况的状况。我大概刚刚在4点出的时候去看了一下那个罗斯福路，因为它那个监视器在罗斯福路台电前面，我还去看了一下现场的状况，就是因为现在一定是往文山区回去了嘛，下班时间差不多下车才会往文山区这个方向，看了一下，车子不少，开始回堵。4点的时候，我4点的时候还特地去看了一下哦。那你说大家的心声不是说罗志祥你是在对象去看，或者是这个徐巧芯讲说只是等个红灯而已，网络上真的很多民众去反映了非常多的心声。那蒋万安到底有没有听到？人搭公车这么好玩吗？因为什么？原来大家都只是在等红灯而已。因为大家从这个画面，其实你去看这个公车，其实回堵得非常非常严重。我刚刚还上网去稍微看了一下，你知道这个台北市有个监视系统，其实你可以去上网看一下路况的状况。我大概刚刚在4点出的时候去看了一下那个罗斯福路，因为它那个监视器在罗斯福路台电前面，我还去看了一下现场的状况。就是因为现在一定是往文山区回去了嘛，下班时间差不多下车才会往文山区这个方向。看了一下，车子不少，开始回堵。4点的时候，我4点的时候还特地去看了一下哦。那你说大家的心声不是说罗志祥你是在对象去看，或者是这个徐巧芯讲说只是等个红灯而已。网络上真的很多民众去反映了非常多的心声。那蒋万安到底有没有听到？所以他避而不谈，他完全不敢答吗？那你现在你知道他讲了什么吗？现在其实在整个这个公馆圆环上面，其实当时的交通委员会其实就有讲到一个结论，他说是不是先用圆环升级标线化，然后包含福和桥上面的车种分流，是不是应该先跟台北市、新北市来做沟通？因为毕竟那边有福和桥、永福桥这些等等。
你有没有先去做沟通？那如果你这么贸然的这样去拆，而且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工程，而且很多人苦口婆心告诉你，它其实是有很多的方案，你现在选的这个是你们市政府做的是最差的一个方案，是不是应该还有包含部分的台大还有这些里长都在抗议了，是不是应该再好好的评估？那好好的去沟通你的分流，或者是跟新北市沟通，你新北进来的是不是要分流离开这个区域？那现在其实就造成。你是不是没有沟通好？然后好，本来2个月的这个工程，今天李四川讲了什么？因为大塞车，李四川说没有，要缩短1个月了，要缩短1个月。然后蒋万安讲说，因为大塞车造成民怨的时候，他说没有，这是厂商的问题，因为他违规，他封了这样，所以罚厂商。但是这可以减少民怨吗？我觉得完全没有办法。我觉得任何一个政策，最后结果不管是好或坏。政府到负起所有的政治责任，这是一定的。对，所以公馆圆环，我说实话，它是一个交通政策，而且是一个讨论了20年的交通政策。到底要不要存？到底要不要废？其实讲非常久。要知道公馆圆环7年来，大家知道累积了多少事故吗？1700多件，它几乎每一年都是交通事故的热点。所以蒋万安市长这一次终于决定要把圆环来做改善。我先讲哦，拆掉圆环，至少就我接触，因为我当地的那个议员嘛。周围的民众是没有意见，就他觉得圆环真的应该拆，因为那状况真的不好，但绕来绕去，车擦撞非常的多。大家比较有争论点是说，那个公车道到底要不要填？地下道要不要填？到底要不要填？那最后市府的决定是填下去，上面直接画公车标线。有一个很主要原因就是，如果不填，它要加固下面的结构，工期要多2年，所以事实证明了，如果任何一个交通的工程造成结果会造成交通的拥塞的话。把工期缩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所以蒋师傅最后才决定了填平缩短工程的时间。所以接下来如果未来还持续发生所有这个拥塞的问题，市府当然要扛责任，包括甚至还要跟新北说声抱歉，因为会影响到新北的流量。但是在这段时间做完之后，如果接续后面是能够让整个安全变得好，让交通变得顺畅。那我也希望现在骂的人之后也要给蒋市长鼓励鼓励，因为代表了这是一个对的交通政策。而现在有任何的责骂，我觉得市府没有什么好讲，也不用讲什么理由啦，反正就扛下来，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交通政策，好或坏，我觉得才是民众要来检视最重要的方向。来，小玉，你知道我的绰号叫什么吗？公馆郭雪芙，青蛙兽啊，青蛙兽，你有没有礼貌？对不起，太久前了，郭雪芙，是，公馆郭雪芙，对，青蛙兽，好啦，开玩笑，没有，因为他是我们的议员啊，那我是当地的，你是当地，对。那我只要讲一件事啦，事实上所有的工程啊，你说没有交通黑暗期，这是骗人的。所以我觉得蒋万安，你何必一直要坚持说，我们这个动工这个期间这1个月我们都不会塞车，不要塞车，然后为了要这个。要说到做到，所以你就要动用所有的警力啊，连民传国小什么这个什么志工啊，什么通通都要再出，就是啊，你每个路口他加派人。那我真心觉得啦，就是说。其实大家都可以理解，你不管是捷运的工程，或是说你这个圆环的工程，你会有交通黑暗期啊！你真的交通黑暗期，就大家共体时间就说拍谁？就现在哇塞，搞到变得一个政治战争，好，就会一直要去维持说没有，我们就是没有塞车。我觉得你何必要这样？然后他还引爆这个罗志强啊、苗博雅啦、徐小新，连徐小新，我想说一个松信的他来加入战局要干嘛？所以最后我要讲啊，就是说你即便你一直要维持公馆这边不塞车，那反正还是要以民众的感受为主嘛。今天就刚刚讲的，你福和桥啦，福和桥就永福桥啦，对啊，那你这边不塞，你塞到永福桥，那你觉得永福桥的居民不会圈圈叉叉在心里吗？我真心我看不懂这个他的逻辑。反正交通黑暗期1个月，大家共体时间啊，如果有塞车，真的就拍谁，就这样就好啦。OK，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最起码值得欣喜的一件事是，我们讨论到民生议题了，我们开始关心所有的民众，大家到底怎么样？包括这个台北，其实，在前几天呢，包括南部的一些被大家所讲到的，跟不管你叫政治叫民生也好，就是包括天坑啊，所有这些，我们总是会讨论一些这些。但是如果当大部分时间都摆在政治上面，大家在讨论包括柯文哲这个案子，接下来不过很快，柯文哲前主席这个案子如果照排序的话，大概在10月下旬、11月左右，所有的证人如果都结问完，12月如果辩论完，那未来到底会怎么样？会牵动到包括蓝白，包括跟绿营之间所有的一些影响性，未来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